再来看另外2题进阶的题目。第14页的地方，这道题目呢，你可以看到文字就真的比较长，所以刚刚第1道题那种短文字就真的是很少见。那种短文字是一般的 CR 正常的文字，但是在 Boldface 这边它反而是过短。正常的 Boldface 的长度应该是这么长。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按照刚刚的做法会怎么去做？好，首先第一步，我们先不会看文，我们先看选项，去对核心去做分类。好，我们对选项核心去做分类，会发现可以这样分。先不要管后面的修饰语，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修饰语不要看。你看一下看到说支持一个论点反对，那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对不对？好，然后呢，一下看到说排除一个论点拒绝的到底是排除还是负负得正，你会发现就会把你的脑袋搞得很乱。所以呢，先不要看修饰语，我们先看核心就好。好，来，我们看核心的时候发现，一个是假说，假说就是一个猜想，就是一个主观想法。另外4个是证据，那证据很明显就一定是客观，所以这个地方的差异应该是超级超级明显，你甚至可以因为这个就直接回去看2分法。好，那我们看一下，首先第一句话说 ，These mutant flies 这些突变的苍蝇 respond to other orders， 好，会对其他的那个气味其他味道的反应，就像是一般的苍蝇一样。你会发现这句话并没有什么 would should 好什么 likely unlikely 或者是什么 will 或者是什么 may，它没有任何的推测猜测的语气，它是用什么？它是用一般的现在简单式表达陈述的就是一个事实，所以呢，我们非常确定它就不是猜测，它不是主观想法，它就是一个事实，所以 A 选项可以被我们秒删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马上看到后面的差别那后面的差别呢是什么？就是 B、C 读一，好，assumption 是主观的，所谓的 assumption 的定义叫做结论里面，应该说文章的论点里面没有，就是有被讲出来，它不是结论，但它也不是证据，它是属于 premise 里面的主观推论，叫 assumption，就是它既不是结论，它是背后的那个前提，但是背后的前提有分2种，如果是事实的证据，就是 evidence，如果是主观的推论，叫做 assumption。所以呢，assumption 这个字看到，我就确定它一定是主观的。那再来呢，modified version of that hypothesis，这也是主观的，它是假说的修正。那这个也是主观的 explicit assumption，然后这也是主观的，对不对？可是这4个除了主观之外，还有什么差别呢？不要忘记 hypothesis 假说，它就指的是一个论点。一个论点最后的结论是 hypothesis，hypothesis 不会是中间的推论，它一定是最后的结论。那assumption 是什么呢？是去推到别的结论的这个中间的推论。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判断 B、C、读一这4个谁有可能是到底出题字到底是最后的结论还是中间的推论？那我们来看一下。好，第2个部分，首先我们先看这句话，但是不能是从这个字开始看，要从它句子开始的地方开始看。好，句子的定义不是逗点，句子的定义是上一个句点结束的地方。看到好，因此 it is unlikely that 好 and means absence impairs the fruit flies in perception of orders, since presumably fruit flies would not have an enzyme that was needed only for the perception of orders, and that the fruit flies do not respond to in nature。他说什么？因此，某一种酶它的缺失，它的消失，没有某一种酶，是不太可能怎么样？不太可能会去损害到这些果蝇对气味的感知力，因为 presumably，因为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推测说，果蝇不太会是什么？不太会是有一种酶，这种酶是用来去单纯是用来去感应什么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气味。你会发现这句话如果真的要解读意思，会把你搞死，因为这句话里面它就不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资讯，它出现了很多生难字，比如说酶，比如说气味。而且这句话它本身的文法句构里面非常复杂，一下子 unlikely something，然后一下子没有什么没，然后后面又加了一个长的修饰语，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解读这句话的具体意思，你会发现搞疯。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要的是具体意思啊，我们要的不是具体意思，我们要的只是
它到底是用来推出别的资讯的 assumption， 还是它要的是它是被推出来的 hypothesis， 对不对？assumption 是推出别的资讯背后的理由，hypothesis 是最后要建立起的一个假说。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只要你看到有这个资讯就够了，因为它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句话本身应该不是最后的 hypothesis 的最后结尾，它应该是拿去推出别的 hypothesis， 或者是推出别的结论背后的 assumption。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谁删掉？我们可以把 C 选项删掉，我们也可以把 E 选项删掉，因为 C 选项这个地方他说这是 hypothesis，E 选项这个地方他也说它是 hypothesis。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剩下的两个选项 B 跟 Do 选项它的差别。那在 B 跟 Do 选项呢，我们就不会再去碰核心了嘛，所以这时候就要进到 modify。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聚精会神了，因为我们刚刚说 modify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它会绕来绕去，对不对？B 选项说这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据被用来去支持一个假说，这个假说是这整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所反对的。各位这边要注意两个重点哦。第一个重点，我们刚刚不是说了，那个，如果今天有出现 this 加名词，或者是 that 加名词，它指的是同一个句子里面前面曾经出现过，就同一个选项前面曾经出现过的名词，这个很多同学都不知道。现在我要告诉你第二个很多同学不知道的重点，如果今天选项里面写的是 one conclusion，或者是 one argument，或者是 a conclusion，或者是 an argument，就是用这种不定冠词的时候，它可以去任指文章里面的任何一个结论，因为文章里面可能有一个以上的态度，一个以上的立场吧。如果是 one and 的话，可以指的是文章里面任何一个人发的结论，不一定要是作者。但是如果你发现他用的是定冠词，是用 the conclusion 或者是 the argument，用定冠词的时候，它代表的就只有可能是整篇文章作者他的主张。如果今天讲 one and 这种不定冠词，它可以是任何一个。但如果今天讲的是 the 的话，一定只有可能是作者的，这个其他一定要理解。好，我发现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边的 the argument 实际上指的是整篇文章的作者的主结论。好，所以第一个选项他说的是这个证据用来去支持一个假说，而这个假说是作者讨厌的，是作者反对的。而 Do 选项叫做这个证据是用来什么？是用来去排除一个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作者反对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只要找到他跟作者的关系就好了。B 选项指的是他支持的人是作者反对的，所以他跟作者应该是反向，对吧？然后呢，多选项是什么？多选项是指说，好，他排除的那个人是作者反对的，所以换句话说，他讨厌，作者也讨厌，所以他跟作者是站同向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只要去判断说，到底他跟作者是同向还反向就好。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会去文章去看资讯，但看资讯的时候，不用说每个句子都看得很慢，你只要去想它到底是不是作者的结论就好了。首先第一句话说，在实验室里面呢，好，果蝇可以去学会那些去对那些气味反应，对什么气味反应？对那些本来它在自然界中不会有反应的气味，它在实验室里面可以去学会反应。比如说你闻到这个花香味，你不会有任何反应，你可能只是闻到了。可是呢，哦，进到实验室之后呢，你可以被训练闻到花香味可能想吐，好，你可以去训练出来这个东西。这是第一句话，但看起来不像是态度，因为他就只是在单纯的讲一个事实，说可以学习。再来，他说有一种突变的果蝇是无法产出一种酶，他们就无法去做后天学习，就无法在实验室里面学习。那这个句话看起来也不像结论嘛，它看起来也是一个事实嘛。所以这两句话都在讲事实。第一句话讲的是果蝇可以后天学习，好，那第二句话讲的是有一种果蝇它缺乏一种酶，无法后天学习。那第三句话说什么呢？说那这些突变的果蝇，它们对其他气味的反应，哎，其实跟一般的果蝇是一样，所以这句话也是事实，所以这三句话都是事实，对吧？好，那到底作者的结论是什么呢？这边这第四句话看得出来了，有没有看到？这边应该就是作者的结论了，对吧？因为他并没有说是别的学者讲什么，他没有说某些学者认为，他没有说别人认为，他是直接作者用自己的话说，因此我认为不太可能是这些酶的消失，这些酶的不在
导致了果蝇无法感知气味。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这2句话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这2句话本身它其实是走什么？是走同向的关系，对不对？因为作者在这个地方是把第2句话跟他的结论、跟他的语气连在一起。这句话是作者的主张，作者认为不太可能怎么样。那作者用什么理由来去证明不太可能怎么样？所以第2个出题字，作者是直接用 since 把它跟他自己的结论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确定也只有可能是同向，不可能是反向。所以最后我们会把 B 删掉，这道题答案是D选项。同样的，你也可以把这道题像我们刚刚做的一样，把它用刚刚这2个就是指令去放进去。好，像你看这边我们放进去，它就会产生这种就是那个心智图，对不对？好，然后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它也会跟你解释什么是叫做 hypothesis， 然后什么叫做 evidence， 然后什么叫做 analysis， 然后什么叫做就是那个 explanation 这样子，好，或者是 assumption。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道题。好，这道题呢，现在大家应该有直觉反应，我不管文章多长。你看有没有？我们的题目我放到后面，就是文章越长，对不对？就让你越感受到，如果你正面下去跟他硬刚的话，会有很大的压力。那我们现在就不要去跟他硬刚嘛，我们就是先看选项，对不对？哎，我们先看5个选项，发现差别是什么？差别是这个是反对，这2个是证据，这2个是情况。这个好像可以开始稍微分一下了。为什么？因为情况应该是客观，对不对 ？Circumstance 就是指的是一些情境、一些环境，这应该是客观的。Evidence 也是客观的，对不对？但是呢，objection 反对，它还有明显的情绪用词，它应该是主观的想法。所以 A、B、C 都是客观的。然后呢，只有E 选项是主观的。objection 它一定是有明显的这个态度了。那我们就是等一下回到第1个部分去看，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就好。好，那我们现在回去看第1个部分。来，vision-related problems such as blurred vision and headaches have been experienced by employees of Sonex Corporation who use video display terminals every day for extended periods。他说，关于跟视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像是眼睛那个看到茫茫的这样子，blurred vision，还有像是头痛这些问题呢，都出现在什么身上？出现在那些每天都在用某些就是某些那个公司里面的设备 ，video display terminal 就是指公司的那种大型的那种就是像是机台啊，或者是像是什么那种证券业在用的那个 Bloomberg。好几个荧幕那种概念，OK， 好，就是那种专业的有荧幕的机器终端设备，每天都在用这些机器，然后用的时间很长的人，这些员工，他们就出现了那些视觉上面的问题，比如说头痛啊，或者是就是那个开始看你东西会盲掉。那这句话根本发现一件事情，他没有要去批评谁，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秒把谁删掉，我们可以秒把E 选项排除掉，这样子。好，那至于这句话是一个证据还是一个情况呢？你说 Dustin，我觉得这句话讲起来比较像情况，能不能直接去删读 C 跟读，直接选 A 跟 B？先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只看了1句话，这句话本身的确像情况没有错，可是搞不好它也有可能是情况兼证据去支持别的想法，对不对？所以呢，你只看这句话，你还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也有证据的功能，你就先不要去判断。好，这边有理解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个6嘛？我们是用排除法来做题，我们不是用正选法来做题。除非你真的是到最后了，不然不要用正选法。我们都是先以清楚的差别为主，以你确定不是的为主，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后面哦，后面的4个 A、B、C 都4个选项的区别是什么？A 是证据 ，B 是证据，C 哇，这个 claim 很明显是主观的想法，claim 就是指声称，通常 claim 这个字在逻辑上面会把它跟 conclusion 等同，就是指结论的意思，那这一定是主观的。然后呢，再来呢，第4个选项是什么 ？consideration 考量，对不对？它也是主观的，是主观，然后这个也是主观。好，因为只有人才会考虑嘛，证据是不用去考虑的，你不用去，证据是事实，事实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一定是人的推测想法才有可能被称为是 consideration，所以这2个是主观，然后呢 A 跟 B 的 evidence 是客观。好，那我们来看第2句话本身 ，precisely，好 ，what modification needed to be made depends on knowing the individual user's specific preference。来这边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叫做
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是取决于个别使用者的具体的问题。这句话本身看起来有可能是事实，有可能是在道理上，在逻辑，在一般的事实上，就是本来就是要对症下药，对吧？本来就是要知道问题才能够去精确给出答案，但也有可能是作者认为要改出事实才能解决问题。OK，好，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会认为我们先暂时不要去动，因为这句话本身有可能是事实，就是要用正确的方法解决正确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作者认为该怎么做这样子。来，那我们这时候发现，糟糕，卡住了怎么办？下一步就是来看修饰语。那你看哦，这个地方的修饰语我们会分成这两个是一起的，这两个是一起的。好，我们来仔细的看逻辑了。第一个是第一部分所描述的状况 is addressed by the policy response that the argument seeks to justify。这个状况是我们的论点想要尝试去怎么样？想要尝试去就是那个验证的政策。论点是要尝试去验证某个政策好不好，然后这个政策是用来去解决这个状况的。注意哦，不要跳字哦。这是包 face， 你看细节最烦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包好几层。有些同学会把它以为成是这个论点要去验证这个状况，是错的。这个错，这是错的，因为状况不需要验证啊，事实就是事实，哪有什么要验证的？所以逻辑应该是什么？逻辑应该是说，这个状况，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刚刚讲的那个眼睛有问题，好，员工用电脑用太久，那个职业病出来，这个状况是被什么？是被一个政策所关注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政策，有一个方法是要来解决这个状况。而我们的论点，我们的整篇文章的论点是要来去检验这个方法好还是不好。Office 最怕的是你读不懂就想要跳字，那就最麻烦，因为你看这边哪怕跳一个字就会变得很奇怪。就是我们的论点，如果你真的觉得太长，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倒回来读。因为英文跟中文最大的差别就是英文是后面在修饰，所以呢，你如果用中文的前卫思维去想的话，会有问题。比如说中文会讲说，哦，住在我家隔壁那个每天都来买早餐的阿伯，我们中文会这样讲，对不对？但是英文全部都会把它摆到后面去。好，而且逻辑上一定是一个后面就是前面，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今天要去重新理解的话，可以反过来想，论点要去验证的那个政策，这个政策怎么样呢？去什么？去解决、去关注这个状况。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个状况是被政策关注，而这个政策呢，它本身有没有效，要有这个论点来验证。所以呢，简单来说，A 选项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这个状况是连到一个政策，而这个政策到底有没有效，是我们这篇文章关注的重点。那 C 选项说什么？C 选项是比较简单的，对不对？说第一个部分给了证据，就是为了要去支持这个论点的主结论，对吧？好，所以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他们都有提到论点，所以你就要真的去把论点找到，去看清楚，说这个论点它到底是跟它的关系是说这个论点是拿来去评估政策的，还是说这个论点本身是直接被这个第一个出题支持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直接来看那找论点什么地方咯。那要注意，论点其实很好找，因为如果你能，如果你平常做一般的 CRT，你能找到结论，你就可以在这边找到论点。哦，因为论点其实就是你要找论点的重点就是要找结论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哎，第一句话说，我们刚刚看过了嘛？每天长时间用了一些电脑设备，好、就眼睛就盲掉，所以这句话一定不可能是论点，也不可能是结论，他就在讲一个现实。好，然后第二句话说，那这些职业病，刚刚讲这些视力相关的职业病，好，我们是可以快速的去解决掉，而且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去解决掉。透过什么方式？透过我们去调整这些人工作所使用的机器，跟调整工作空间，我们是可以快速、有效、彻底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但是呢，后面有这边要讲说，具体要怎么调整，precisely what modification need to be made，具体要怎么调整，是取决于知道每个人的问题，对吧？比如说一个远视的人，你把他的东西调得更近，没有意义；一个近视的人，你把他的东西调得更远，没有意义。所以一个闪光的人，你把他东西移来移去，没有意义。所以你要先知道这些人的视力问题，他到底是近视、远视还是闪光才有意义吧？所以这个地方呢，看上去有可能是结论哦，有可能是作者的立场哦。接下来，things we cannot predict，因为我们不能去预测说具体问题到底是什么，对吧？
what these problems will turn out to be, and since our standard design for employees' workspace keep it instance of such problems lower than any other design we know of，因为我们还不能具体确定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设计的这个标准的工作空间，好 ，standard design for employees，OK，已经把这个问题尽量降到是所有的设计方法里面最低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至少已经做到最好了。It is clear that our policy of undertaking modification 很清楚的是，我们的这种调整政策只会在什么时候去做？Only when an employee reports vision-related problems is as responsive to employees' legitimate health concerns as current circumstances permit。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只有在员工真的说他们有视力问题的时候，才会去做调整。那这个已经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方式了。这样子，好，就是整篇文章的逻辑应该是这样讲。我们知道有这个视力问题，好，第一句要跟我们讲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去调整工作空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问题是怎么调整，这要看具体状况，要看具体的那个问题是什么。那因为我们无法去预测问题是什么，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尽可能做到最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只有等到员工跟我们讲状况，我们才能去调整，是这样的逻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思考这整篇文章作者最主要的结论是什么呢？最主要的结论应该是最后这句话，应该是说他认为，好，知道员工的状况再去调整，已经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最好的回应方式。这样子，知道这件事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看，到底我们的论点有没有是需要去验证一个别的 policy response？没有，我们的论点本身就是 policy response，我们的论点就是要去证明这个 response 是对的。你看到他有讲说，他就已经有讲说什么，就已经有讲说 as responsive，意思就是已经是你看到这种 as 加形容词单独出现的时候，意思就是最怎么样的意思，就是 most responsive 的意思。他这句话本身就已经讲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方式就已经是最能够什么，最能够去反映就是最有效率的去反映问题的方式，最有效率的去应对问题的方式。好，注意哦，当我们用 as 加形容词这个语法的时候，好，它的意思就等于 must 加形容词。所以最后这句话，其他的论点是要强调，我们现在这种等到问题出现，我们再来具体应对，已经是最好、最 responsive 的方式。好，那论点本身并没有提出一个新方法，而是论点本身对现有的方法，就是看到问题再来解决这件事做出评价。所以呢，这个地方符合什么？我们说论点去 justify 一个政策。好，论点说这个方法最有效。好，所以说方法有没有效等于 justify policy response。然后再来，这个方法是不是要解决这个第一个出题字的问题？第一个出题字的问题是要由这个方法来解决的，就是眼睛有问题。所以 A 选项、B 选项符合我们的要求。好，那再来 C 跟 D 的差别是什么？来 C 跟 D 的强调是说，这个选项能支持我们的结论。但我们想啊，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看到问题出现再反应，再解决最好。好，来各位想一想，好，第一个出题字有支持到这句话吗？第一个出题字只是说什么？只是说有这个问题，有视力问题。那有视力问题只是把问题给出来了，可是呢，它能够去支持说我们要看到具体问题出现才解决最好的这个结论吗？不能支持。如果你要去支持看到具体问题出现的解决最好的话，你应该是要去证明说，你应该是要证明说为什么要看到出现可能是看到具体问题，我们能拿出更好的解决方式，拿出更适合的对症下药解决方式，或者是如果不看到具体问题就直接去解决的话，可能会乱下药。但是你不能只用有问题这件事情来去证明这件事。我再重新讲一次，你要怎么证明看到症状再解决最好？不是要用有症状来证明，而是你要告诉我们说，看到症状再解决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对症下药，或者是如果没有看到症状就解决，会有什么坏处？就是可能病急乱投医，开到错误的药。所以真正拿来证明这句话的，
拿来证明看到具体问题才解决比较好的，其实是哪一句话？其实是这一句话，是我们需要知道具体问题，才能够给出具体的修正。所以我们看到问题出现的解决会是最好的。所以是绿色这一块，它支持了黄色这一块的结论。但是一开始只讲有问题，它只是讲出一个背景，它并没有去支持结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会选择删掉 C 跟 Do 这两个选项，因为它只是讲有问题，讲有问题不能去支持说看到问题再解决就比较好。好，那最后我们剩下 A 跟 B 这两个选项。当我们看到 A 跟 B 这两个选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它的差别就变得非常的小。一个叫做第二个的证据叫做支持结论，另外叫做第二个的证据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任何有效的政策，给出任何一般的政策，对吧？那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分析的就是说什么？就说绿色这一块，其实在逻辑上是在证明说，看到具体问题再解决比较好，因为要有具体的问题出现，我们才能有具体的修正方式。所以看到具体问题出现，解决才比较好。所以它对到的是哪一个选项？它对到的是第一个选项。而第二个选项的问题在于，它好像强调说，好像没有任何的方法，可它跟文章最后的态度是违背。因为文章最后的态度是说，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看到的解决的政策，它其实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文章最后有强调说，现在的政策是 most responsive，代表说他认为已经有好的政策，但是 B 选项却反而讲的是，好像目前台面上没有什么有效的政策可以用，所以它跟我们刚刚讲的基本态度违背，所以最后这道题答案我们会选择 A，好，我们会把 B 排除掉。所以你其实会发现说，哈，我们刚刚为什么今天讲的东西，一开始我说你不要去否定别的方法，不要去想说好像以前你讲的，以前你做的整篇文章看完再去做，或是错的哦，或者说看到那个转折词再去做是错的，不要去否定别的方法，我只是给你一条新的道路，是因为你会发现解题流程它只是我们解题中的一种策略，但这个策略不会取代我们原本的分析。为什么？你空有这个解题五原则，但是如果你第一个阅读能力不够，你看不懂这些文字，对不对？无法解读出来。第二个，你对逻辑单词的认识不够，你看到这些逻辑单词，你整个脑袋发昏，你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叫做 premise，你不知道什么叫 consideration，或者是你不知道说one argument 等于任何一个论点，the argument 等于最后的论点，那这样子你还是没有办法用到这个方法，所以呢，我才会说，其实到最后，没有一种策略适合每一个人。以前你学到的第一策略自然做题，第二策略看对比，好，就是看文章里面两个主题的对比，跟今天的第三策略先看选项，这三个策略你都可以交换的使用。但是呢，不要忘记，最根本的还是要去锻炼自己对逻辑名词的理解能力，还有对文章里面资讯之间的架构组织能力。那我们刚好说了嘛，检讨的时候会用两种指令嘛，对不对？一种是叫做拉出心智图，另外一种是叫什么？叫做就是去找出逻辑的名词，找出逻辑的名词帮你解释。那还有没有什么更进阶的方法可以去做呢？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好，我会建议你去找一个可以帮你把语音转成文字的程式。那我目前用的程式是这个，如果你是用 Mac 的话，你可以用 Mac Whisper。好，Mac Whisper 它里面有各种的模型。那一般来说，只要你讲话清楚，你的背景音没有太杂的话，好，用免费的模型，它就是小模型就可以了。它可以去帮你把你的录音档转成文字。那具体来说，就会像是我平常在这样做这样的东西，转成文字。好，然后呢，转成文字之后有什么好处呢？是转成文字之后呢，你就可以跟 Dustin 刚刚的解题流程去对照，然后呢去辨认，用 AI 来辨认说你的解题流程中间有什么问题，等于说是自我诊断的概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档案里面，我有把我的解题流程把连接放在里面了。好，你就会看到这边我有放上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整串的解题流程。那么这一整串的解题流程呢，我还要拿题目当示范。那你具体要怎么去对照？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有那个逐字稿嘛，要用 Mac Whisper，或者是你如果用 Windows 的话，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叫做 Whisper Desktop，这两个都是我觉得中文辨识度算高的。好，
就是你就去把它下载回来，安装，然后呢，把你的语音辨识成文字。好，再来你去把 Dusty 然后那个解题流程打开，然后再来呢，我有另外一个指令在这个地方。这个指令的特色是什么？它就是你把一道题目放进去，你把你的解释放进去，再把做题流程放进去，它可以自动帮你去对照你的做题流程跟我提倡的那个做题的流程，还有就是这道题目之间还会去做比对，然后去告诉你说你的流程跟正常流程差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你哪一步做错的，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你的逐字稿出来之后，对不对？你就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再来你用我这个工具，好，你用我这个工具去请他帮你去抓问题。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点，我们刚刚不是有说那个 mind map，Ballface 其实它的那个核心观念，它就是在考你要懂得每一句话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这个是 GMAT 里面常考的一个核心能力。好，它这个东西不止在 Ballface 里面考，它其实也是考在 RC 里面的作用题，对吧？就是把一段标起来，把一句话标起来，问你作者写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它其实是 Ballface 题的变形。它其实也是考在那个就是 Data Insight 里面的 TPA 题，它也会问你说，请你选出第一个资讯跟第二个资讯的作用，它其实都会考。好，所以这种类型的能力呢，你可以主动去培养。怎么培养呢？好，我有设计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特色是这样。好，它的基本理念是 Ballface 题不能做完就算了，Ballface 题应该是要每一道题目每一句话都要拿出来练习。所以，当你把一道 Ballface 题放在这个工具里面，并且给它这个题目的答案之后，它会帮你做一件事，它会把原文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抽出来，一句一句的抽出来。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看这一句话，告诉他说你认为这句话如果他考你 Ballface，你觉得它的作用是什么？把它写出来。好，再来你写完之后，他再给你下一句话。OK，然后你再去跟他讲说，你觉得这句话在文章里面它的作用是什么？它跟前一句话的连接是什么？OK，那如果你有做错的话，他会帮你去纠正。他可能会有些时候会说 That's partially correct，就是代表说你不一定正确，还帮你去纠正，他要告诉你前后文的关系是什么。那你这样一句话一句话跟他去对话，run 完之后呢，最后他会请你去选择5个选项的其中一个，你再用刚刚你的方法去选，再用刚刚你的判断去选。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就是一道 Ballface 题不是只练出题字标起来那2句话，而是其他句话全部都练到。那长期以来，对我们刚刚讲的回去文章找资讯、判断它跟前后文的关系，这个基本能力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做个总结哈，Ballface 的解题流程是很自由的，可以有很多种。而我提倡的一个新解题流程是直接去看选项，找到选项的差别。找到这个选项的差别之后呢，我们看到选项的差别之后，我们先关注的是核心字的差别，修饰语之后再关。好，那关注核心字，我们先关注主被动的差别，而不是主被动，应该说主观跟客观的差别。那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再去关注到修饰语里面态度正反的差别。那我们回去文章去看资讯的时候呢，不要只看出题字，我们要看出题字所在的那个句子，好，才能知道它跟前后文的关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当然这只是单纯的解题流程，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真的需要的能力就是对句子的单一句子的理解能力，以及跟前后文关系的辨别能力，以及对逻辑名词的判断能力。那这些能力呢，分别可以用画出 mind map 帮助你检讨整篇文章的逻辑架构，可以用帮你解释选项的具体名词来解决，也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这2个工具去帮你去把你的解题过程录下来，然后去做对照，然后也可以用刚刚的互动式的工具去检讨每一句话的意义。